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拍故事。男孩和女孩相识于半年前，他们很是恩爱，可是一场车祸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。那一天，女孩和男孩走在大街上，突然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向他们驶来，最先看到车的女孩一把把男孩推向了路边，可是女孩因为自己的惯性原因而向后倒去，被车撞飞。女孩死了，男孩很伤心，也很自责，每日活在痛苦中，颓废不堪，郁郁寡欢。女孩太爱男孩了，她不甘心这么离去，她怕投胎转世以后两人就形同陌路了。可是她的魂魄看到男孩每日落魄难过，于是她进入男孩的梦中。这天，女孩托梦给男孩，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树下，我在那里等你。男孩激动不已，他答应了。第二天，男孩收拾好自己，及时赴约。在那棵郁郁葱葱的树下，女孩向他徐徐走来。可是突然，女孩变得面目狰狞，张开倾盆大嘴向男孩扑来。男孩吓得惊慌失措，远远地躲走了。女孩看着男孩仓皇逃走的背影，露出了踏实的笑容，笑着说：傻瓜，以后你要好好生活，不要再想我了。男孩躲到石头后，痛哭流涕，哽咽着说：宝宝，安心的投胎去吧，再一世还能记得我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那就快来关注艾米姐姐吧。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，一起来拍故事吧。有一个商人，他已经70岁了，他腰缠万贯，富有无比。遗憾的是，他只有一条腿。说起另一条腿，那可就要追溯到50年前了。那时候的他英俊潇洒，气宇非凡。有一天，他和心爱的女孩去山上游玩，女孩却不小心掉下山崖。男孩抓住女孩的手，对她说：别害怕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救你。为了保证双方的安全，男孩用脚勾住旁边的树枝，最后男孩和女孩都得救了。可是男孩却失去了一条腿。现在男孩已经变老，变成了一个妇人。他当初拼尽全力救回的女孩，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，已经容颜衰老，变成了一个黄脸婆。每当自己看到残疾的一条腿，他就非常后悔。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，他绝不会救这个黄脸婆。不知道哪一天，他听说有一位博士发明了一种时空穿梭，能让人回到过去。于是他找了博士，对他说：博士，求你给我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，我愿意把我财产的1/3作为报酬。博士虽然不确定这个机器是否真的有用，但是看在这么多钱的份上，就答应了。对妇人说：回到过去也可以，但是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不能改变结果，你也不能怪我。妇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她穿越到了事发的那一天，正当她看见年轻的自己要把脚搭在树枝上的时候，她赶紧过去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：你不要救他，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，你这条腿也保不住的。但是年轻的自己一心救心爱的女孩，根本不听她的阻拦。很快1分钟就过去了，她被迫回到现在。这时的她仍旧不死心，再次对博士说：博士，我愿意把我1半财产送给你，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博士最终也是答应了。他再次回到当年的事发地点，看着当年固执的自己，他知道劝说没用，于是过去一起帮助他，想把女孩拉上来。可是年老体弱的他根本不起什么作用。很快1分钟就到了。回到现实的他非常不甘心，差一点点就要成功了。于是他对博士说，愿意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换最后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。这一次博士摇头劝说道：如果你真的改变了过去，那么未来的一切后果你要自己承担。妇人听不进去那么多，执意要这么做。博士最终同意了。这一次他回到过去，知道劝说不动年轻的自己，于是他一进去就直接拿出木棒把他打晕。很快他就回到了现在。他开心地对博士说：太好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可是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发现自己在一点点的消失，
直到化为灰烬。原来他把年轻时候的自己，也就是男孩打晕后，男孩醒了过来，发现心爱的女孩死了，伤心欲绝，跳崖自尽了。原来历史不可更改，重要的是活在当下，尊重历史，学会知足。最后点个关注再走呗。可凡帮助刘星的闺蜜对付可恶的后妈，闺蜜十分感激，刘星答应给可凡做1个月的作业。对于学霸刘星来说，闭着眼睛都能算出来的1年级算术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。第2天早上，刘星来到学校，小萌见到他，非常高兴地给刘星1包鸡肉卷，说是为了感谢刘星和妹妹的帮忙。今天刘星班上要进行数学检测，大家都埋头答题，因为这个成绩可是要拿给家长签字的呀。可是突然间有个同学晕倒了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老师赶紧过来把那个同学送去医务室，可是没过多久，班上又有一个同学晕倒了，老师又过来把他送去了医务室。同学们坐在教室，人心惶惶，人人都害怕下一个晕倒的会是自己。这时候医务室传来消息，这些被送来的同学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，那就是都吃过鸡肉卷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疑似禽流感。这个时候刘星的脸上煞白，因为今天早上小萌拿给自己的鸡肉卷。这个时候刘星的同桌站起来，对着老师说：老师，这个病会传染的，刘星今天早上就吃了鸡肉卷，你快把它锁起来，不然它会传染给我们每一个人。老师为了同学们的安危，把刘星送进了医务室进行隔离。医务室里没有1个人，刘星静静地躺在里面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发烧感冒或者不舒服的症状。刘星想着桌上还没有答完的数学题目，想着班上那些同学，平常关系那么好，现在见到他就像魔鬼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，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了窗户外面的声音，那是一种非常清脆的笛声。窗外有一个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他认识，那是一个很害羞的男生，基本不跟大家说话。自己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去年元旦晚会，他给了刘星1颗糖，本来是要感谢的，却被刘星的闺蜜拉去看节目。没想到在自己最落魄无助的时刻，竟然是他陪在自己的身边。那些以前经常抄他作业请求他帮忙的，还有自己的好闺蜜小萌，居然1个都没有来。只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愿意陪在你身边的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好了，这一集剧情就到这里啦，流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关注艾米，下集更精彩哟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，关注艾米一起来拍电影哟。从前，在一个大山里，住着一个奇丑无比的土匪。由于他小时候不刮胡子、不洗澡，还非常笨，就被家人赶出去，一个人在山上生活。久而久之，就变成了土匪。土匪在山上生活了很久，虽然他长得丑，但是他想得美。他过腻了山上砍树杀牛的生活，于是他就想下山找个女人，跟他一起上山杀牛。这天啊，土匪决定下山了。他走着走着，一不小心从山上跳下来了。于是他回头看，原来这山这么高，还好我穿了皮胸甲。然后他就接着走了。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个女人，土匪在山上从来没有见过女人，顿时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他想，这个女人这么漂亮，要是能带到山上去，该有多好啊！他还一直对我放星星，肯定是对我有意思。然后土匪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别动，打劫！”夫妻俩一看，来了个这么丑的土匪，就这么一个人，还想打劫？女人对土匪说：“要是你过来，我就嫁给你。”土匪说：“真的吗？那我过来了呀。”这时，一只可恶的狼跑了过来，一下把他们事先准备的陷阱破坏了，还炸出了一个这么大的坑，坑里还有这么多的铁。土匪却不知道这个坑是用来炸自己的，赶紧过去说：“我来帮你们。”土匪把土块补上之后，又想过去把女人带回家，
结果土匪一过去，就被夫妻俩事先准备的陷阱炸伤了。土匪心里还很开心，心里想：还好我穿了祖传的皮胸甲，你们别种地了，这地方这么危险。土匪好不容易爬了上来，夫妻俩一看土匪还没死，赶紧跑过去打。土匪一看他们来者不善，吓得赶紧跑，边跑边喊：娘子别打我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安妮姐姐的视频，别忘了给我加个关注，点个赞哟。